男子驾驶厢式货车不顾他人在直行车道强行右转，导致后方轿车停车避让，却没想到一辆水泥罐车疾驰而来，刹车距离不够，只能紧急打方向避让，最终导致重心偏移发生侧翻，将倒霉的轿车压成了一堆扭曲的废铁。离谱的是，事后厢式货车司机面对民警却强硬地表示，这起事故和自己没有1毛钱的关系，因为事故中的2台车和自己没有发生任何碰撞，凭什么要自己承担事故责任？因为当时我以为他那个车子是他的原因，所以又没有碰到我的车子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起事故真如他所描述的那样，与他没有任何关系吗？事故责任又会怎样划分呢？事故发生后，附近执勤的交警迅速到达了现场，民警随即将罐车司机孙某控制。通过询问得知，孙某是一名有10多年驾龄的职业司机，当时到达路口的车速也不快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故呢？然而孙某面对民警的审问却有着自己的理由。他告知民警，自己原本在车道内正常行驶，但前方一辆车速较快的银色轿车却突然紧急刹车。由于当时他的罐车满载，也完全没有意料到轿车会突然急刹车，所以导致跟车距离太近。当时眼看就要追尾，所以才本能的向右猛打方向避让，不料因车身重心过高，瞬间失去了平衡，才导致侧翻。民警了解完事故经过后，立即对现场展开调查。由于事发时处于上班高峰，马路上十分拥堵，消防员半小时后才到达现场展开破拆救援。经过1个小时的紧张破拆，轿车内的女司机终于成功获救，随后就被现场等候已久的救护车送往医院抢救，但不幸的是，最终还是没能挽救她的生命。为了还原真相，民警联系指挥中心调取了路口的监控录像，画面显示，导致轿车急刹车的元凶竟然是一辆白色的厢式货车。这辆货车原本占据了直行车道行驶，却突然违反交通标志，强行向右转弯，迫使原本在他后方正常直行的银色轿车不得不急刹车避让。也正是他的违章行驶，才如同蝴蝶效应一般，最终导致了罐车压扁轿车的事故。民警迅速传唤了厢式货车司机杨某，起初杨某反而感到十分委屈，认为自己的车辆并未与事故中的任何车辆发生碰撞，不应承担责任。但民警严肃地告知杨某，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是根据事故发生因果的关系来认定，并不是仅仅查看是否有物理接触。整起事故中，杨某的违规变道行为直接导致轿车紧急刹车，并最终引发了罐车避让，导致侧翻，因此杨某与事故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。交警部门调查结束后，对这起事故做出了责任划分。水泥罐车司机孙某在行驶至路口时，未能根据载重情况提前减速，确保行车安全，遇到突发情况时操作不当，因此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。而厢式货车司机杨某因违反禁令标志强行变道，影响其他车辆正常通行，因此判定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。在此提醒大家，驾车上路务必遵守交规，安全驾驶。当你手握方向盘时，就不存在侥幸。安全源于规范驾驶，任何侥幸心理都可能酿成大祸。唯有恪守交规，才能保证平安抵达。想蹭我一笔洗。无耻男子驾驶越野车驶入收费站，强行斜插变道蹭 ETC， 不料后方厢货车快速驶来，避无可避，发生猛烈撞击。离谱的是，男子竟恬不知耻地表示，我根本就没有蹭 ETC， 事故就是因为厢货车司机没有保持安全车距，分心驾驶所引发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本起事故责任该如何划分呢？点个赞，我们继续看。时间2024年9月27日，在银柏高速贵阳南收费站处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。当民警抵达现场后，发现一辆白色越野车停在路边，全车均有不同程度受损，后方还停着一辆厢货车，车头有明显的碰撞痕迹。万幸的是，本起事故并无人员伤亡。随即，民警立即上前询问情况。据了解，货车司机姓刘，46岁，事发前驾车前往贵阳运送货物，期间一直正常行驶在路上，没有超速，也没有分心疲劳驾驶。当行驶至事发收费站时，左侧一辆白色越野车突然斜插，强行变道。见状，刘师傅立即停车避让，可由于事发太过突然，避无可避，发生猛烈撞击，事故就此发生，并且刘师傅一直强调自己规规矩矩，正常进入收费站缴费。旁边多个 ETC 车道无车，事故一定是白色越野车想蹭自己的 ETC 所引发。那么事实真如刘师傅所述吗？民警为了弄清事发起因，又询问了白色越野车司机。据了解，司机姓赵，38岁，事发前驾车从外地返回贵阳老家。当行驶至事发收费站时，前方 ETC 通道有车辆排队，所以便开启转向灯正常变道。没曾想，就在自己完成变道后，一辆大货车快速驶来，径直与自己发生追尾事故，并且赵先生一直坚称自己绝对不是想蹭 ETC。事故就是因为货车司机分心驾驶、超速行驶所引发。
一时间涉事两人各执一词，那么两人之间究竟谁在说谎呢？民警为了还原事发真相，便立即调取了货车的行车记录仪。根据记录仪画面显示，事发当晚11点40分左右，主视角的货车在收费站前过磅后，直接靠右驶入最右侧收费站，没曾想一辆白色越野车突然斜插变道。见状，货车立即制动避让，可由于两车之间根本没有变道空间，最终避无可避，发生碰撞，并且在越野车内也没有发现 ETC 设备，更没有看到高速收费卡，所以事故就是因越野车司机蹭 ETC 所引发。看完行车记录仪后，民警也清楚了事发真相，随即拿着视频证据询问其当时为何要如此变道害人，在事发后又为何撒谎欺骗民警。眼看视频证据摆在眼前，越野车司机赵先生这才说出实情。原来赵先生之前就多次蹭 ETC 逃费，此次上高速前也是蹭后车上的高速，所以在下高速后想要故技重施，没曾想被后方的大货车撞击。至于为何撒谎，是嫌丢人，再加上之前多次逃费，害怕让自己补上之前的费用，至此事故已经明了。事后，银柏高速贵阳交通警察大队对本起事故作出责任认定。赵先生驾驶白越野车为了蹭 ETC 强行斜插变道，影响后方车辆正常通行，故需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，同时还要补其之前逃费路段的全程费用，更被高速公路拉入黑名单，甚至金额达到一定额度还要面临牢狱之灾。那么各位老司机们觉得判定结果是否大快人心呢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吧。快走啊！快走！疯狂男子驾车高速错过匝道口，突然急刹停在超车道，见状后方轿车疯狂鸣笛催促，不料后方接连驶来多辆轿车，避无可避，发生6车连撞事故。离谱的是，疯狂男子丝毫没认识到自己的过错，反而满嘴谎言，对天发誓：我绝对没有停车，如果停车，天打雷劈。我完全没有停，确定是吧？我撒谎了，天打雷劈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本起6车连撞事故责任该如何划分？点个赞，我们继续看。时间：2022年6月28日，在京港澳高速湖南株洲路段上发生一起6车连撞事故。当民警抵达现场后，发现高速主干道上停着6辆轿车，前3辆受损较轻，后3辆车头车尾均严重变形凹陷。万幸的是，本起事故并无人员伤亡。随即，民警立即上前拍照取证，同时安排涉事人员将车辆移至路边，紧接着便开始询问第一辆轿车司机。据了解，白车司机姓魏，41岁，事发前驾车前往株洲处理业务，当行驶至事发路段时正常通行，没曾想后方多辆轿车没有保持安全车距，这才引发了本起事故。并且魏先生一直坚称，当时真的没有急刹停车，如果停车的话，天打雷劈。事故就是因为后车司机分心驾驶，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所引发。就在此时，后方的3辆轿车司机表示不认同，因为不可能5辆车司机都分心驾驶，事故一定是第一辆轿车司机停在超车道上，这才是引发事故的真相。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？民警为了弄清事发原因，又询问了第2辆轿车司机。据了解，红车司机姓吴，37岁，事发前驾车前往广州处理事情。当行驶至事发路段时，前方的白色轿车突然减速停车，见状吴师傅立即刹车避让，并狂按喇叭提示前车，可前车却无动于衷，开着转向灯准备变道驶出高速。没曾想几秒钟后，车身一阵颤抖，最终发生了6车连撞事故。就在此时，第3辆车轿车司机表示，当时确实是第1辆白车急刹停车，这才导致后方多车避无可避相撞。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？民警为了还原事发真相，便立即调取了事发路段的监控视频。根据监控画面显示，事发当天下午5点48分左右，白色轿车在即将驶过匝道口时突然减速急刹停车。见状，后方2车立即减速避让，紧接着后方接连驶来3车，避无可避，引发6车连撞事故。并且从红车的行车记录仪中，民警还发现，当时红车司机多次鸣笛警示，并大声叫嚷，希望前车起步行驶，可他却无动于衷，这才引发了本起事故。看完监控后，民警也清楚了事发真相，随即拿着各种视频证据，询问其当时为何要如此停车害人，在事发后又为何撒谎发誓推卸责任。眼看视频证据摆在眼前，白车司机魏先生这才说出实情。原来在事发前，魏先生接到公司电话，一时分心没有注意，错过出口，等反应过来时便急刹停车准备变道，没曾想引发了本起事故。至于为何撒谎，是因为驾驶证仅剩3分，再加上自己的行为导致多车相撞，也不想承担赔偿责任。至此，事故已经明了。事后，京港澳高速株洲段交通警察大队对本起事故作出责任认定。魏先生驾驶白色轿车超车道停车，影响后方车辆正常通行，是造成本起事故的主要原因，故需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。而最后3辆轿车未保持安全车距，共同承担次要责任。
同时，对于魏先生超车道停车行为，民警作出罚款200元、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。那么各位老司机觉得后3车的司机该不该担责呢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吧。